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今天非常高兴和两位在社交媒体 AI 的领域非常有建树的朋友来聊聊天。一位是 David， 是 Walnut AI 的founder 和 CEO。David 你好。大家好，我是 David。另外是 Nicole，是 Walnut AI 的co-founder 加产品和增长负责人。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我知道两位在一些比较大的 social media 的工作过，您在 LinkedIn 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吧？是我之前在 LinkedIn 做data 和 AI engineer， 然后工作了将近6年。6年，对。Nicole 在小红书做 PM。对，我之前在小红书主要负责信息流广告的那个 PM， 然后我在过去2年也在另外一家 C 轮的social app 做增长负责人。对，你看你们两位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就说明一个事情，就是说传统的社交媒体肯定有让你们不满意的地方，对吧？要不然你们也不会出来说我们要做一个跟 social media 跟 AI 相关的 startup， 对吧？所以两位一定是对这个social network 现在的这些老牌的公司他们的发展的这个方向肯定是没有100%的满意，对吧？才会觉得自己有 opportunity， 然后去做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这个，就是你们觉得 AI 时代下 social media 或者社交媒体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在你们的 vision 里面，你们觉得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对，据我的就是说我的一些 insight， 就是这也是我想去build Walnut AI 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现在的话，随着这个 AGI 不断发展，对吧？然后未来我们可能会达到 AGI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时候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说现在将近互联网上50%的信息都是 AI 生成的。然后后面的话，我相信就是未来的话，肯定99.99%的信息，对，都会是 AI。这么多吗？我们都已经不生成内容了。对，但是现在的话，对吧？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回复别人的邮件，对吧？你给别人发 message， 或者是你写一个小红书的 post， 或者写一个 LinkedIn 的 post、X post， 你都是先 AI 先帮你润色一下，然后你再发过去。我其实小红书看到很多内容，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看到很多内容，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其实你从它的格式就对，怎么组织的，一看就是应该是购入 AI 的。对，所以大量的内容就是现在都是在 AI 在生成，甚至就是有些就是大家已经有不同的 agent， 对吧？帮你去回帖。是对，然后就是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那问题是说，我觉得未来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怎么样去 build 一个 meaningful 的 relationship，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对吧？就是大家可能未来的话，你找真人聊天，这个可能你是要付费的。是不是说未来我在网上 approach 一个人，那这个人可能甚至都不是本人在那，是他的一个 AI 的分身在那里回复我的消息之类的，对吧？对，就是发现，就是说，就是真正的要从这个就是现在的 AI 生成的这些内容，就是大量的都是 AI 生成的这种数据，然后怎么样从里面能够找到你想 connect 的人，然后怎么样跟他建立起链接，怎么样你们互相之间产生这种 chemistry，能够去collaborate to get some things done， 就是这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的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的 AI 产品还是停留在把人search 到，对吧？产生一个 list， 对。但是后续的你怎么跟这个人可以 connect 上，然后能够见面，然后能够产生 chemistry， 然后 get things done， 其实后面的几个 last mile 没有被很好的解决，就是当然就是这些里面就是涉及到了很多形式，就是说一个是说现在已有的这种大家交往的这种范式是不是就是还是停留在过去的那种 style， 就是这个另外的话，现在的很多基础架构就是底层基础架构没有很好的支持就是未来非常 AI native 的这种职业社交的模式，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想通过 Walnut AI 去改进这个方面，我们希望能够为未来的 AGI 时代能够 build 一个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 的 layer，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以一种比较 sustainable 和 affordable 的 way 的方式去找到自己想去 connect 的人，
然后共同可以 collaborate， 然后去 empower 他个人的这种personal 的professional growth。然后我是一个就是说human center AI 的一个就是拥趸，对我就是希望就是这个是李飞飞教授之前在 Stanford 他 build 就是 founded 的这个 HAI 的 human center AI 的这个 institution，他就是想去产生更多的 social impact， 然后让 AI 真正能够服务给人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职业社交的改变职业社交的模式，不是产生大量无谓的 noise， 大量的信息 everywhere， 就是每个人都在 decorate 自己。我们真正想产生链接，是 meaningful 的链接，更好的互动，然后能够通过我们能够彼此的促进彼此的这种职业成长。了解。Nico，你的观察呢？从小红书那边，我们刚才说小红书有很多 AI 生成的 content。对，我觉得小红书可能代表一类这种UGC 的这种社交媒体吧。现在 UGC 社交媒体确实有太多那个 AI 生成的内容，是的。像可能目前统计是50%，然后我也是认为未来可能99%左右都是 AI 生成的内容。我其实没感觉有50%，是不是因为我发现不了？是不是有些 AI 生成内容我其实看上去我不知道是谁，但它其实是 AI。我觉得可能是小红书它还是相对的，它的那个算法可能不 favor 这种 AI。你说它其实有50%，但它不会推荐的50%。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创业公司，他们都在做那种 AI marketing 的 tool， 或者就是帮助你去更好的做 content creation 用 AI。所以然后这些很多的目前小红书还不是一个大家普遍去这类平台去 target 的这类工具 target 的平台。对，但是我觉得 LinkedIn 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 LinkedIn 上可能包袱更重一点，然后所以都觉得我在发帖之前可能需要让 AI 去帮我检查。不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就是说，因为现在很流行打造 LinkedIn 的一个 profile， 这好像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再早5年、8年以前，没有那么多人真的把 LinkedIn 当一个地方去发他自己的一些思考什么之类的。然后真的有人做，很多人想这么做，就打造一个人设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每天说我必须要发个帖子，但是每天发帖子其实你有什么可说的呢，对吧？就开始用 AI， 每天就是 AI 给他生成一篇，然后给他弄好，然后给他发出来。有很多人我发现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对，我发现这好像是一个社交媒体的发展的必经的过程，就是你在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快速发展是现在最好玩的时候。比如说像微博，大家很多人吐槽，早期的微博上的明星非常有活人感，但现在就全部都是广告，然后完全那个就是打造符合你人设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事情后面会越来越严重。小红书不明显，可能是因为小红书现在还是它最好玩的时候。OK， 对。所以你觉得很多社交媒体都是有一个 life circle， 到后期不可避免的都会走到这一步。对。OK。这一点我就是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不光是在就是社交媒体 social content 的这块就是大家好像已经上升到一种就是非常 negative 的这种螺旋式的，就是说，你的内容是 AI 生成的，然后读你内容的东西也是 AI， 然后其实最后大家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很多这种 computation 就是这种 resource 都浪费在就是说你在一个是一个是说你怎么去 decorate 自己，另外一方的 AI 就是用 token 来够去读你，把里面这个信息提取出来。对，去掉 decoration。对，那还不如两个 AI 互相沟通就好了，对吧？对，这个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 很多时候是基于某种 intent 或者基于某种 insight。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就是一方是过度的包装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职业社交的模式就是很难就是 sustainable。我觉得这个其实刚才说的这点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也观察到，就是现在一开始是用 AI 生成内容，这个可能早2年大家都开始玩 AI 都知道怎么弄了，对吧？然后最近就是大家发现可以用它 digest， 对吧？我这长 email 我也不想看。给我发了30封 email， 我也不想一封一封读，对吧？然后我就搞一个 AI agent， 他给我 summarize， 然后他告诉我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可能 one page whatever。那结果就导致就是 AI 生成了很多 content， 然后这边一个 AI agent 把这些生成的 content 又读进来，然后再生成一个 summarize。那最开始为什么，对吧？不让这个 AI agent 跟那个 AI agent 他们自己来互相交互就好了，不需要做中间浪费这么多计算资源。
对，是不是你们想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是的，这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个 starting 的一个 scenario，就是说我们想建立一个有效的这种沟通管道，然后能够让你每个人彼此这个分身能够产生有效的沟通。就是它不是说现在的很多大家做这种 matchmaking 就是很多都是基于这种文本进行 similarity 的这种沟通。对，其实这样的话，它有很多 bias 在里面对，它不能很好的去因为很多信息它是有它的一定的背景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很多的 agent 它非常注重这个 context engineering。那如果想更好的去是你的分身 actually 就是至少可以在职业发展成为你的分身的话，它其实你需要去构建你的分身它需要具备一个是说长期的记忆的能力，就是说然后第二个是说它能够实时的进行 update。第三点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分身进行互动，就是 human in the loop，让你的分身了解你的需求。然后这样的话，当你的分身跟别人的分身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可以从点切入，就跟我们平时就是对吧，就是两个人认识，然后去 code start， 大家都是从点切入，然后再从大脑里去调取出相对应的面，随着这个 conversation 的进行。所以我们 actually 并没有去说是违背人性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它是顺应人性。就是那这样的话，它有点带出面，那它的匹配的精度就是会非常的高，而且它很好的可以起到一种 code start 的作用。然后当用户那我就是 Wanna 帮你的你们这个在 Wanna 上分身已经产生了一些 chemistry， 然后那这样的话，当你再去看这个分身的聊天记录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是值得你去 connect，值得你去花时间的。我觉得在 AI 这个时代，就是效率，大家都追求的是效率，就很多人在追求效率。那对于就是各种的人际交往的这种，就是对就是你有不同的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需求。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那大量信息去处理，那什么样找出这个值得去花时间去交往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实现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觉得 LinkedIn 它做不了这个事儿呢？以你在 LinkedIn 的这个经验来看。我觉得主要一个方面就是从 LinkedIn 的 business model 来讲，LinkedIn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 B2B 导向的公司。其实 LinkedIn 一年将近200亿的美元的营收，然后80%来自于 sales recruiting， 就是它其实是 B 端的服务。然后那对于 C 端的服务的话，就是LinkedIn 也在做一些尝试，但是它基于它的它在它的整个的业务线更多的是服务于 B 端的，所以它会牺牲相对的这个 C 端的这种用户体验。你会发现无论是基于这个 C 端体验，它怎么样给这个人做更好的这种 personal 的 search， 当然它现在 LinkedIn 也在提升自己的，包括它已经做了一些AI 应用在 people search 方面。然后但是不够好，因为它不可能对齐它跟那个B 端的给 B 端提供的更加精准，对吧？就是更加更能够产生更多例子，然后它靠这个来赚钱。对，因为它靠这个来赚钱，所以其实 C 端的服务，我觉得在未来的时代就是我觉得个人的这种基于个人的这种。他的业务需求能够给他做这个 personal 的这种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or growth， 就这块是我们想去解决的重点的一个问题。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就是说，它其实 LinkedIn 是通过 social media 把大家的信息收集起来，然后去卖给 B 端，对吧？它并不是靠你们有多少个好友怎么之间互动，它在这一块并没有太多的 commercialize。对，不像 Facebook 是靠你们活跃的用户来 generate traffic， 然后卖广告，那它是比较看重你们 C 端这些人的这个交互，所以这就可能是有一个大的区别的。对，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其实LinkedIn 的那个就是对于这种 community 概念的 engagement 的feature 做的不够深入。比方说 LinkedIn 有 event，有这个 group，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LinkedIn 有 group。我有 group， 但是好像都不知道上哪找那些 group 去。我知道有，对，对。所以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它的整个 connection 这块太强了，而且给profile 加 connection 这块给人的用户心智的理解也太强，大家过来就觉得我是来找人的，我是来看别人的 profile 的，所以你很难有这样的心智是我是来这儿加一个群的。是。对，而且很多的群可能大家就算加了，可能后面又转移到 WhatsApp， 转移到一些大家正常用的 IM 上，这样。对，我有一些 group， 但那个 group 基本不活跃。是因为这是非常依赖用户的强活跃和你的关系链的这种。对。所以你们打算怎么来解决，在你们 Warner 的 AI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给我们希望就是给每个人能够构建一个他在职业发展方面的 professional growth 方面的这个一个数字分身。这个数字分身怎么才能够建立起来呢？比方说他是dump我的 LinkedIn profile， 他有我的数据，然后他就可以自己，还是说他要更多的 information 让我 feed 给他，他才能够逐渐能够。我觉得它有两方面嘛，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是避免很多的 label work，对，就是这方面的话，我们会把它不同平台的这种数据资产，然后用户可以去 authorize，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基于这个去构建它的一个 baseline 的一个分身出来，然后基于这个的话，我们会跟用户产生这种交互，然后去收集它更多的信息，然后让它的整个的分身的信息的精度丰富度以及它的时间和空间属性都能够最好的呈现出来。我看这刚才 Nico 给了我一个卡，是。这个是你们的一个 physical 的 card， 要不你那个这个就是社交的实体卡，那个要不你给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卡怎么用？好的，这是我们之前就是ACGMZ 办了2场 Tech Week， 一个在三藩，一个在 LA， 然后我们这做了2版这种纪念卡，就发给我们在那2场 Tech Week 里都办了活动，就发给我们活动的参与者的，作为一个小礼物。然后这卡其实它里面是一个 NFC 的芯片，这个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个人 profile，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比起纸质名片来说，就纸质名片有一些什么问题，就是一是你如果团队里有人可能离职，或者他改了 title， 你每年都要去重新印名片。然后2是其实不太方便保存。我去年在 CES 上面，我大概收到60几张名片，但是我其实只带了一个包，非常精简出行。然后这些名片我真拿不走，就我要不就是拍一下，就比较重要的我就拍一下，要么就是我说你能不能现场加我联系方式，不然我很难去保存这些名片。是的。对，所以其实这种类型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一张卡，你可以把你的 profile 你的电子名片写进去，然后这样你碰到别人直接碰一下手机。就这样是吧？对，我们就是这样。对，这样 touch 一下，对吧？对，然后就可以打开你想让它去产生的页面，不仅是你自己的 profile， 你的公司的页面啊，你的一个产品页，还有一个集合页，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对，这算是一个不算是我们的主业，算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也在做数字分身嘛，未来想把数字分身跟这种打通，然后一方面是让大家可能更有一些实感，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其实在一些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社交趣味吧，我觉得。对。另外的话，我们想给用户就是从这个点切入，然后让用户知道，就是说它的 digital identity 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让用户在后面他更加适应我们未来的这个分身的形态。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一块做一些基础建设，就比方说怎么更好的，对吧？就是你的 agent 在网上出现了，怎么证明这个 agent 是你的 agent？ 对，就是其实这个 digital identity 的这种check 和 verification 其实也非常重要的。对，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的话就有点像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未来它就会成长成一个是一个 verified 的 digital identity， 就是说你们还想做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大家在一个比方说小红书好，对吧？然后大家就会去 figure out 这个号到底是不是那个谁的，因为也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 tool 或者渠道可以去 verify。微博有说这个是那个大 V 是 verify 的，对吧？这是本人。但其实很多社交媒体它并没有这个功能，而且很多人他在网上他也不用自己真名，对吧？他用一个什么
这个很风花雪月的名字，然后知道的人就知道是他，不知道的也不知道是谁，对吧？那你们的想法是说，这个 digital 其实要 authenticate， 就是能够知道是谁。对，因为这个也是职业社交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对 bottom line 就是大家先基于共识建立的这种 trust，对，就是在基于这个 trust 才会有更多的interaction 对，因为职业社交跟 general 的兴趣社交可能还不一样，就是兴趣社交，就比如古早一些的贴吧，然后虽然古早但依然存活着 Reddit 等等之类的，大家其实不太 care 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因为本身是从内容出发的。但职业社交不一样，因为职业社交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后续的，不管是招聘啊、合作啊、融资啊等等这些行为。那其实你的身份的确认、你的身份真实性，防止诈骗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其实甚至说 LinkedIn 都没有这种。LinkedIn 虽说有自己的头像、有你的名字、有所有的经历，但经常发现说，哎，这个 profile 是假的。经常你会发现有人说，就是他 fake 一个 identity， 一个 profile 在那个地方。现在 LinkedIn 有一些基本的 verification，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你的邮箱进行验证但是里面很多信息还是没有被处理的 verification。然后这块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持续的去做的，尤其是我觉得 background checking screening 无论是在招聘还是融资还是投资这个领域都非常重要对，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希望长远的话，我们可以未来我们也想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点挺好，挺有意思的。比方说有这样的卡，或者说你们说的有digital分身，其实是可以通过它的 historical，来判断这个 profile 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吧？因为假的 profile 它可能就是某个时间突然来上传一个 profile， 然后我写我过去10年在那几个大公司工作，这个没有任何 background， 对吧？但是比方说我去参加了市场这个峰会，我跟20个这个什么投资人交换过名片，对吧？你这玩意儿很难是假的呀，对吧？这玩意儿就肯定是一个活人在那里做了很多事儿。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许会更加的有可能去判断这个账号的一个真实性。对，这也是说，其实每个人的 professional 的 activity， 它有各种各样的 signal 嘛。无论是说你跟别人 connect， 你去参加不同的活动，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样的 talk，然后其实这些 public information 就是大家都可以交叉验证。那你觉得这个数字分身能帮我们做些什么事儿呢？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数字分身是职业的这个数字分身它能够帮到我们在什么地方？这块你可以介绍一下吗？对，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几个场景，第一个就是刚刚David 提到的，就是 agent 跟 agent 的聊天，就是因为比如说第一个场景就是参加线下的 event， 现在三藩的很多旧金山现在每周大概有40-50场 event， 然后每个 event 上可能有大概平均都有200左右的注册，然后实际到场可能有100人左右。但是你可能花了4-5个小时去参加这场 event， 然后这100人你并不知道哪些人才是你真正值得 connect 的。很多时候你就得从你最身边的人开始随机抓人聊天，但这种其实效率并不高。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场景就是想去根据你的这个数字分身，然后让你的数字分身跟其他人的数字分身去聊天，然后先给你推荐5个比较值得你聊的人。这样你到了现场，你先去找这个人。头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数字分身正在紧张的跟明天要约会的200个数字分身在聊。对，是这样。然后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是我们目前还在打磨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假设我前段时间在招一个实习生的岗位，然后因为一方面 LinkedIn Post 的一个职位还挺贵的，对于 startup 来说，1天要100多刀。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可能更希望是有一些社交 sense， 所以我会去看他们社交主页，所以我就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去发了。现在有很多 startup founder 是直接在 Twitter 上招人，然后就让大家 DM， 然后去查看他的 Twitter 上有没有一些好的见解。对，这种情况下，但其实这个渠道是好的，但是他的那个来的人非常的离散，而且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帮我有效的去处理这些。挺 random 的。对，但假如我有个数字分身，就可以帮我去很好的去manage 这些 pipeline， 然后去处理这些需求。所以实际上是不是说，为什么 LinkedIn 做这个东西比较困难？是因为它所有的数据在过去10多年，它并不是按照 AI 的这种模式 build 的数据，它是一个基于现有的 infrastructure
存在的一个结构化或者非结构化的数据，它不太容易让 AI 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去获取，它可能需要这么大量的计算，然后大量的数据分析才能够大概能够猜测到一点这个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是在 AI 时代下，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是一个我们说是数字分身，但其实肯定也是一些就可能像大模型训练，最后训练出来是一个 model， 对吧？它是一个很灵活的、很小型的一个一小块数据，那这个数据之间的匹配其实就会容易很多，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是更适应 AI 时代的一种查询和 connect 的方式，对吧？是的，就是说就是整个的，就是很多基础架构在我们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就是很多旧有的这种 tech stack 就不能很好的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形态出来，就是它会涉及到就是一个是开发周期、维护成本都非常高，对。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更加 AI native 的一个 tech stack 的话，就是其实对于无论是最后匹配的精度，还是说日常的维护，其实都是会非常好，能够帮我们去构建的。然后当然 LinkedIn 的话，就有大量的优秀的工程师。对，然后还有这个20多年的，从03年成立的，现在将近22年的，有数据的，这是对吧？这种积淀对，就是这块的话，其实 LinkedIn 也在做，就是我在离开 LinkedIn 之前 ，LinkedIn 已经在不同的产品 vertical 的这种 product 里面已经植入了 AI 的但是我觉得很关键的点就是说，就是你这个 feature 能够这个 AI 的 feature 是切实还是要落实到场景。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能够让因为最近好像也看到一个帖子，就是也是说，就是好的 AI 产品，它不是说是能够帮你解决99%的问题，然后剩下1%然后让人去睡觉，而是说它能够真正的交付一个高质量的，就是满足用户心智的这种100分的产品。能够帮他 actually get things done，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现在不缺很多 AI 的，无论是说抛开这个就是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来讲，就是很多的 AI 的 tools 或者是 coding 的工具，现在大家都可以完成90%以上的 work。但是离最后交叉的那个点。就是人要花可能那1%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去 figure out，可能先花几个小时去 verify 这个99%由 AI 产生的结果正不正确，然后再去把里面的去做修改。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好像就是你交给了对吧，就不能满意的有一个交付。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如果这样的产品不能快速的迭代的话，我觉得未来就是这种产品很容易流失用户的。对，我觉得这个我特别 resonate， 就是我们也尝试用很多 AI tool， 我们做很多数据分析，然后 AI tool 也能帮你干很多事儿，然后它能帮你写 SQL， 然后它甚至帮你分析，对吧？帮你把这个结果弄成一个报表什么之类的，它都能做。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说，多大程度我能够 trust AI 来做这个事儿？对吧？这个 trust 的程度还不能低，比方说他说98%是正确的，那我没有任何一次我是敢不看把这个东西交出去的，对吧？你即使告诉我准确8%，那我做50次就有1次是一个错的，那肯定不行啊，对吧？我作为一个做数据的人，就不可能容忍，那等于是我每一次你的结果出来，我都要去 verify， 所以知道 AI 能做多少，或者说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本身也很重要，就是你有多放心让他做这个事情。但我回过头来说，你数字分身我能放心吗？就是他能够真的代表我能够放心让他去，比方说去跟，因为有些比方说参加某些活动还挺高级的，对吧？就比方说有很多投资人啊，有很多 high profile 的这个 person 或者是一些名人，对吧？你说对我这个数字人聊得不好，对吧？然后被别人嫌弃了，然后我有多大程度上能放心这个事儿呢？我们这边的策略不是说这个把你聊得不好的记录都展示给你看，就是我们最后推荐的就是说你们可以fully match，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的分身跟他的分身的这种聊天的记录。另外的话，我们
我们会用户可以自定义自己的一些 strategy 然后因为这个也是非常也是贴合就是现在的，对吧？有的人可能是非常即兴的，对吧？可能感觉几句话聊不投机，可能就不愿意再接下来聊下去了。这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些场合大家时间都很有限，我跟你谈话可能就只有1分钟，你这1分钟没有 impress 我，我真的我就下一个了。对，这也是就是对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说也是帮助一些就是比较有社恐的人可以很好的进行这事，因为有的人就是面对面聊天，可能他里面有很多可以说出来的话，或者说他可以有很多 common 的这种 interest 可以展示出来，但是他可能一紧张就可能就忘记了，对吧？然后就很难去把自己真正的表达出来。那其实这个分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他这种焦虑，然后能够因为对于一个分身我们这个分身它是一个硅基的对，硅基的，对，它硅基的，它能够记的点，对吧？它可以很好的具备了这种多线程处理问题，能够记上百万个 feature， 就是或者你的 interest 的这种点，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去把这个东西找到，然后能够给你出谋划策，然后能够缓解你的这个社恐力。所以它不取决于你当时聊的好与不好，而是你所有的背后的这个 context， 你的 history 都是在起作用，对吧？对，是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大家也可能就是说当面聊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有可能，一个是说可能比较累了，对吧？就是如果你经常跑活动的话，对吧？一个活动聊10个人，可能聊4、5个之后，你就是在不断的介绍自己，然后就很多时候你就会陷入一种非常疲惫的，对。但我觉得很多人不是真的那种社恐，就他不是真的不能聊，他其实挺能说的，他很难去trigger 一个话题，或者让他主动去找一个人。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其中的一个契机。你的那个 agent， 你的 digital twin 已经帮你去提前跟这个人聊过了，提前跟这个人的 digital twin 聊过了，所以你找他就很自然，你不会说你有一种我要做心理建设，我要让他没话硬了。对，你感觉就是有一个warm intro， 就是在帮你就是 Walnut 就是我们的平台就起到了一个 warm intro 的作用。这个其实挺重要的，我记得最开始早些年大家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大家都知道一个东西叫 desk circle， 对吧？就是公司来招聘了，然后有一个代表，然后一圈10来个人围着上面，然后貌似很正儿八经的在问一些 question， 尝试从问 question 中间 impress 对方。我觉得这个形式好傻，就是有谁真的能够通过这么一种形式能够真的 stand out， 其实也挺难，对吧？很多时候 stand out 的就是那些，听说你是 Kentucky 来的，我也是 Kentucky 来的，我在那个什么 county， 我也是，我们在一个什么活动我经常参加，然后我们国际学生就在那里看着，这帮人到底在干嘛呢？我们在聊什我在这里站着这里干什么？就很傻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确实可以，如果有这样的分身，他们能够事先让他更多的了解对方的话，就不需要通过这种 awkward 的方式。对，是的，我们也听说，就是尤其是在一些 career fair 的时候，就是我看那个就是很多人这几年就大家很多就是女生她们去参加那个 Great Hopper， 然后对就是那很多人就排在那个展台前的布子前面，就是很长的队，然后在那儿就是。对，这种会之前还是很好的一个 connect 和找工作的平台，但是现在可能人太多了。然后，但是资源比较有限，它其实也没有也变成了一个跟其他的那个渠道差不多一样。哪个叫什么名字 ？GHC Grace Hopper。OK。对。所以，对，我觉得这确实有很多场景，都需要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这个能够变成就是拥有这个数据分身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根本，比方说大家都有 LinkedIn， 就是一个非常 strong 的一个。这种那种大家都知道，那你们比方说这可能是一种方式，对吧？通过一些实体的产品，让大家开始知道你们去用你们可能积累一些数据，对吧？那还有什么是方式是你想到可以更快的让用户能够接受你们这些产品形态，然后开始来用你们的产品？这块的话，就可能更多的是要从场景出发。对，就是真正的大家做事情都是要跟环境去交互的。
对吧？然后就环境交互的，那我这里面我认为它就有3个主题，一个是人，就是人或者你的分身，第二个点就是环境啊，它有不同的 scenario， 具体要在这个 scenario 用第3点就是工具，就是串起来就是说你这个人出现在这个环境下要用什么工具去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从场景出发，就是他需要的时候就是用户可能一开始的感知就是分身就是我们要迅速的让用户感知到他构建分身是 actually 在帮他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他只是构建了一个分身，然后放在那里，他每天跟他聊天，对吗？就是陪伴，构建一个分身陪伴自己。对，他就是说他能够马上体验到，就是他在这些环境下就是能够给他正向反馈，然后 actually 帮他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切入的。至于用户的感知，以及对我们产品的 trust， 以及对他的分身的这种就是粘性，就是这块的话是它其实是一个长期需要去用户一起去做 interaction， 去不断的深入去 build。戴老师讲的比较的哲学层面，我就从落地层面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小工具，不管是这种卡片你可以交互，还是说帮你去识别你收到的名片然后去帮你去在event上找人，帮你去 search 一些你有价值的event，或者一些其他效率工具等等，通过这个方式来构建一些那种来吸引用户去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去沉淀一些数据，这些是小工具的部分。然后刚刚说的环境的部分，主要就是你在不同的场景里会发生一些职场社交的交互，比如说 event 比如说线上的 sales， 然后等等，然后这些场景我们也会按照场景去做一些AI agent 可以帮你 end to end 完成的一些功能。这也是获客的一种途径。然后所以本身我们的 profile 有你的经历，然后你的观点，然后你的社交痕迹，你的所有跟职场有关的这些不同的数据组合起来，我们会设计对应的功能去让你从这个功能中获得一些 benefits， 就是让它对你有用，然后同时让你愿意去提交你的数据，因为我们有更多你的数据才能更好为你服务。对，大概是这么一个产品的那个逻辑。就是你们会有更多的这种的产品形态出现，可以在更多的场景下使用，对吧？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 exciting 的，就是你如果畅想未来的话，你想象这个社交的形态会跟现在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如果最后真的是发展成如你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在未来的这个社交场景下，感觉效率好像会极大的提升，对吧？你不用盲目的去，因为现在很多人也很喜欢参加很多活动，特别是硅谷活动特别多，就刚才你说的，周末全是活动，对吧？你是参加哪个活动呢？因为你只有一个周末，你只能去2个地方。岂不是如果有数字分身的话，实际上是不是它可以预筛一遍活动也都可以，对吧？不仅是筛人，也可以筛活动，就是它可以最后给你一些推荐，什么活动最值得去参加，会给你带来更大的 value， 是不是也是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好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就是我们 event 的recommendation 的功能然后就是我们聚合了全球将近6000多的活动，对，就是这一块的话，然后因为我们是会结合你的分身的就是的构，然后我们会这个里面你可以用自然语言描述一下自己就是想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会proactively 帮你去推荐推荐出来，然后就是比方说就是什么样的活动比较适合你，然后以及去这样的活动你能够认识什么样的potential可以接触到什么样的人，对。因为如果大家都用的话，其实每个活动谁去参加，它的 profile 也都有，其实这都可以预先的去 match 起来，对吧？是的。对，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这种分身，对，就是可以最后大家可以真正的在这种 event 的环境下可以交互起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慢慢的我们就会就是能够 capture 用户的他的 event 的 interest 的就是这个方面，然后以及他的 connection 的这些动向，然后
然后帮助他更好的可以找到这个 meaningful 的 connection。就不再像之前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先去就碰这个碰 event， 对吧？先去一个去了以后看看都有谁啊，都有谁来都是谁？对，然后再去里面就是 randomly 去找人，对，就是其实有很多大量的 homework 需要去做的。其实大家的话，现在每个人的时间成本的 opportunity cost 也非常高的，对，就是你要去上班参加活动。来回3-4个小时，开一趟也得不少时间。对，就是你的收获去了，收获究竟是什么？你是 get 了这个 event speaker 的一些非常 valuable 的 insight， 还是说你在那个活动里面你找到了更加符合自己这种 goal 这种 meaningful 的 connection， 然后其实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为了活动而活动。为了填满自己的时间。对那我突然想到哈，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还需要办活动吗？就是对吧？这办活动其实就是把这些人 show up， 把这些人 group 起来，对吧？大家能够有一个 social 的一个环境。当然，如果是一个 speaker 来分享一些这个，那另说哈，他是去听一个人的这个演讲，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像这种 social 的活动，就是 gathering 的活动。是不是其实，在虚拟的环境里都可以完成？我觉得这块儿可能，我觉得未来，我觉得它是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也有的在做尝试嘛，比方说之前Meta 对吧，要 build 一个 Metaverse， 但是我发现，然后而且就是抛开社交来说，就是其实在职业上面的很多 interaction， 比方说工作的关系，就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远程工作，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鼓励就是 return to office， 对，对吧？就是其实当面沟通，人跟人之间的当面沟通，它所构建起来的 trust， 我感觉是在网上这种 virtual 环境下，这取代不了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这种 philosophy， 也就是你可以看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对吧？为什么宗教，对吧？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到清真寺，要去教堂，对吧？然后去定期的去做礼拜什么的，对吧？就是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定道理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就是教堂让不让去，好像还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就是对吧？就是 gathering， 说不能这么多人 gathering， 那些人就觉得就必须要去教堂，那你不让我去教堂怎么行，对吧？我宁愿这个 break 这个防御措施，我也得要去教堂。所以这个对，就是人的本身的一些需求，它很难变得那么快，对吧？可能几万年、几千年、几万年也许，但是这 within几个 decade 其实很难变特别多。对，我觉得就是这些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根植在就是人类的就是说生物的基因里面的，对，就是它有这个样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其实好的 AI 产品应该是顺应人性的，而不是去 enforce 去改变它，让人来适应你自己的产品。所以更多的还是一个就是比方说预热，或者是筛选，或者帮你们前期做一些准备工作的这种定位，而不是完全代替你这个社交本身。这个社交本身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线下可以去完成。对，我觉得是这样。广义的社交的本质还是寻找同类嘛。然后 AI 现在其实最大的能量在效率上面。然后主要是提升你寻找同类的这个效率，因为本来你可能只有你自己的能力，只能在20个人、50人的 pool 里去找，然后移动互联网让你可以去面向更多的人，可能在几百人、几千个人，然后 AI 可以把这个范围辐射得更广。So far 我觉得目前的社交产品在 AI 上的尝试，抛开那个内容平台的生产力工具来说，大部分其实还是在匹配效率和匹配的池子的扩大上，去提升这个效率的问题。然后，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光是说未来 AI 对社交有什么影响的话，可能除了效率，还有更多的一些不知道有可能的那个方向。什么方向？你想说？就是可能我觉得之前我们探讨的更多都是那个匹配效率更高。是。那 AI 能不能让你社交更聪明呢？因为其实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社交是一种能力，后来我发现真的每个人的社交能力差异是非常大的。那是，对。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就是有个成语叫表里如一嘛，对吧？我觉得就是大家用 AI 不光是要 decorate， 对吧？就是现在很多人大家就用 AI 来 decorate， 对，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对，就是说一方面AI 可以提升，就是你跟我讲的，就是提升这个效率。然后对内的话，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其实是你的一个 coach 或者 advisor。然后其实你的很多就是你的社交的这块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可以跟人去做 engagement， 对吧？寻找共同话题，然后一起 collaborate， 然后对吧？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它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话，对内的这个 advisor 和这个或者是就是这样的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就是提升你这方面的技能。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最后他出去Android 两个人真正见面了的话，他不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反差感。对，其实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好像 AI 特别有付费能力的一个场景是教你如何回 dating app。会教你如何回 dating app， 还付费 ，OK。对，就是 AI 就 ChatGPT， 不是 AI 刚出来 ，sorry， 是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很多场景大家会 play， 但是那个 monetization 能力都不强。我记得好像是就是那个时候，我看了一篇分析报告，里面当时有这个题，当然我没有考究过这个论据，但是还蛮有意思的。其实这 AI 其实我们说白了，它就是 empower people， 对吧？拉平大家的这个。也不是要拉平，就是说给大家赋能嘛，就是你通过你的这个AI 的工具的辅助，让你具有很多你原来不具有的能力，所以这个是非常就是所有人都是可以享受的一个福利。那我觉得社交像你讲的，社交是一种能力的话，那自然而然你所有的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也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社交的能力。那就好像你说在 dating 这个场景下，对吧？有很多人他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有的人是自来熟，有的人是叫什么？要跟你混熟了以后才会放得开，对吧？那其实他有可能就通过这些工具混熟了这个过程，他帮你尽快的能够达到熟的这个地步，而不是说让你在第一步就被拒绝掉。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给每个人的这个社交能力都赋能。然后，而且大家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不是说对吧？我很会玩 social 的 game， 对吧？这个是小白，对吧？我就可以拿捏你，这就有 AI 就可能不会太出现这种事。尤其是在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里面，我觉得大家更加讲究的是一个 balance 的 give or take。就是说，对吧？就是说，比方说，这个人可能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那个可能是刚毕业没久的。就是非常 junior 的 student，然后但是他们之间难道不能有一个 balance 的点吗？对吧？就是有可能这个非常 balance 的点是啥呢？比方说他有可能这个上市公司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对吧？就是非常那个就是 traditional 的 industry 的，他可能不懂 AI，但是这个刚毕业的这个朋友就是他有可能之前就是已经。做了很多 AI 的这个尝试学习，它可以 share 出很多 insight。那这样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点，它是可以把不同，就是所谓的那个现在大家都讲究的向上社交，它其实是要打破这种向上社交，它真正找到的是一个 balance 的 give take，这个契合点。对，这听起来很 exciting 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刚毕业的朋友。可能甚至都没有勇气和胆量去 approach 一个上市公司 CEO， 对吧？可能是看那个是什么人公的看一眼，然后就，对吧？他可能就真的没有想到我有什么点可以去在他面前其实是很闪光的点，其实我们是有可能会 connect。对，你比方说现在之前就比较就是之前现在 YC 的 Y Combinator 的那个 CEO Gary 谈对吧？Gary 之前在 HOZ 不是在那个 YC 他其实是一个摄影师，我记得他看到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好像是给 YC 去做摄影师，去满足他们的需求。你是说他那时候 part time 吗？我不知道这件
我记得有张照片是好像那天从社媒上看的。所以每个人都是有很多面，就是看你怎么发掘出他的这个闪光点，对吧？对，是的。那如果我们这个就是一切如你们所愿哈，你们这个分身也 build 出来了，然后也有一定的规模，有很多人用，你们最终的产品形态在你们这个最终极的想象里会是什么样？你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讲？我不能叫帝国吧，一个愿景吧，就是你们想把 social 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其实我觉得这块的，我觉得产品的形态都是根据不同根据时代去演化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预测，比方说，对吧？10年后、20年后，大家交互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国家什么有这个国家战略都是5年一个规划的嘛，他会说10年一个规划，他其实只说100年以后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场景。对。其实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在 build One AI 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以人为本，然后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打破这种这个信息的不对称性，能够让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以最affordable 的这个成本，然后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能够去把他心里的这种职业的理想或者梦想能够转变成现实，能够让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那个 North Star。你怎么想？我其实在想，就是社交媒体目前的演进方式。对，之前有一个前辈跟我说，社交媒体每7年换一代。7年啊，对，还是挺快的。对，然后我现在发现社交媒体感觉是最近几年的创新，大部分都是在内容载体上的创新，就是从最开始的你可能文字的社交，然后到图文，然后再到短视频，然后到最近的短剧。短剧可能跟社交已经不太相关了，更多是内容。但是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是，就是多模态的越来越重要，更丰富，对，更丰富，然后并且信息量在短时间压缩的更多。所以我其实感觉这一条路已经，就光是内容载体的那个路线已经走到了一定的瓶颈区，很难再有内容载体的大的创新了。那下面我觉得可能是人连接方式的。因为最开始我们可能是中心化的媒体，纸媒时代、电视时代，然后到自媒体相对的去中心化，未来可能会更加去中心化。未来我们可能是想要去 build 一个这样的一个 communication 的 channel 给每一个人，然后他每个人可能自成一个节点，然后在这个节点和网络里面，你可以去利用 AI 的能力更快更好的触达你想要触达的那个valuable 的 connection。然后以及你也可以被很快的触达，所以未来我们产品形态可能更像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像是我们会同时提供基建和应用的服务，然后对于基建来说，它是支撑这个网络的一些 communication 的那种 service， 然后对于应用层来说的话，就可能还是跟现有的社交媒体的产品形态差别不大，但是用户的分发机制和用户的整个消费内容的方式会更加去中心化一些。这是一种，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方式的一种 fundamental 的一种变化，对吧？对，就是我刚才也就是说，但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会就是真正的去了解用户的需求，因为每个时代的用户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得与时俱进。然后对，包括现在大家就是刚才你给我提到的，每个人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他 prefer 的方式，甚至但是 AI 其实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它让这个以人为本的这种 personalization 能够放大。就是未来的话，我觉得甚至这种交互界面，它都是每个人的交互界面都是不一样的，它是对吧？就是有的人他喜欢听 podcast， 有的人想听语音，有的人喜欢文字。对，那这样的话，它可能未来的话就是说，就是整个的 user 的 interaction 这个方面的，也可能不再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统一在一个地方都是这种 chatbot 形式，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的话会就是，但这背后可以都是你们的这个数字分身在输送，对吧？对，它其实底层的架构也是这样子的当然就是展体 AI 到底是不是大家到这个 AGI 的一个就是必经的一个
是它的这个最底层的model，我觉得有可能也不是。对，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提，就是很多也有大佬觉得就现在的这个方式是错误的，对吧？它并没有真正的智能，它只是概率，只是拼这个结果，对吧？对，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它的创造性，对吧？然后能不能像人一样能够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这可能就是说世界模型，大家很多大佬都在提世界模型，然后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就是对吧 ？GAI 的反对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 GAI 它的确是打开了一个，它 trigger 了一个大家应用 AI、理解 AI 的一个怎么样跟 AI 寻求共生关系的一个 point。然后我觉得这个后面对，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 AI。我们希望就是 AI 最后真正的能够做成 AI for good， 对，就是希望就是 AI 能够向善的，能够去给这个人类社会发展赋能。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期待有一天，就是我有一个素质分身，他说帮我做很多事情，我想想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可以少干很多活，不管他干什么活，还是社交也好，还是帮我去做一些工作，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太舒服了。对，就是 AI 做那么多事儿。AI 就是更像就是它可以是你的就是人生合伙人，对吧？你的chief of staff 你的 advisor， 对吧？它可能就是 AI 也会有你的分身也会有不同的 multi identity， 然后帮你去解决你对内对外的不同的需求。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 back your time， 然后把你的主要的精力放在更加 meaningful 的东西。对，哎呀，想想就觉得很开心。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我们畅想了一下社交媒体未来的趋势，然后以及我们的窝囊的 AI 怎么能够帮助我们达到那一步啊！非常感谢两位的这个分享。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如果以后希望能够看到你们更多的 update， 包括你们新的产品，包括你们的 milestone， 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发展。我就希望，对吧？当我去参加活动，发现每个人都拿着这样的东西，对吧？我们互相可以一起用数字分身来跟别人来沟通，希望更早的看到那么一天。感谢，谢谢两位。好，那就先这样。谢谢。好，大家拜拜。